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準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每一天都在使用網絡，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全球化計劃。但是，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曾經讓我們感到無比興奮的網絡世界，現在卻變得一點都不有趣了？它變得充滿毒性，充滿分裂，甚至讓人感到非常沮喪。其實，我們必須深入去探討背後真正的原因。網絡其實是一個已經發展了43年，卻逐漸走向失靈的民主體制。43年，在科技領域聽起來似乎是很長一段時間了，但如果我們對比實體世界的民主制度，建立一個穩定運作的社會機構，往往需要花費好幾個世紀的時間來沉澱。網絡的發展速度真的太快了，它雖然賦予了我們近乎完全的言論自由，但它卻極度缺乏能夠凝聚共識的正式制度。我們總是把網絡當作一個已經完成的最終產品，但實際上它還是一個極度不成熟，甚至無法自我管理的系統。為了理解這種衰退現象，我們可以回顧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觀察。他曾經精準地指出，在民主時代，人類的連結範圍雖然變得更廣泛，但這些連結的強度卻大幅度地被削弱了。這句話完美地描述了我們現在的數位生活，對吧？網絡確實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全球觸及域，我們可以隨時和地球另一端的人對話。但是這些數位連結卻沒有任何實質的重量，背後完全沒有任何約束力或是承諾。我們看似與所有人連結，實際上卻沒有對任何人負起真正的責任。接下來進入第一部分，錯誤的反派逃離賽局陷阱。我們到底為什麼會把網絡搞得這麼騷？重點來嘍。我們經常誤解了混亂的根源，把網絡上的極端對立直接推給人性的弱點。許多人喜歡用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來分析我們的社會，有些人甚至會用摩洛克這個古老惡魔的名字來象徵人類無法避免的背叛與互相傷害。在囚徒困境的設定裡，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的個體，因為無法信任對方，最終必然會選擇背叛，進而導致雙輸的悲慘局面。這種模型塑造了一種極度憤世嫉俗的悲觀視角，讓我們深信人類的貪婪就是社會失靈的根本原因，甚至認為除非有強權介入控制，否則我們注定會走向互相毀滅。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代罪羔羊，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充滿缺陷的邏輯陷阱了。我們必須擺脫囚徒困境的思維框架，有一個更卓越也更精確的心智模型，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數位時代的難題，而且完全不需要依賴中央集權的控制。這就是由哲學家盧梭所提出的獵鹿賽局。與囚徒困境強調的必然背叛與雙輸不同，獵鹿賽局將核心焦點放在協調以及創造大規模雙贏結果的可能性上。想象一下，在荒野中有兩位獨立的獵人，他們現在面臨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他們可以互相合作，共同去獵捕一頭體型龐大的公鹿。如果成功了，他們可以獲得足夠吃上一整個星期的食物。第二個選擇是，他們可以各自行動，單獨去抓小野兔，但這只夠讓他們吃飽幾個小時。關鍵在於，獵捕公鹿需要絕對的協調配合。這個賽局最巧妙的地方就在於，只要這些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並且立下可靠的承諾，這個合作的平衡狀態就會自然形成。他們不需要獨裁者的命令，他們只需要一個能夠互相激勵、達成集體勝利的協調機制。來到第二部分，解決武器、協調市場，我們需要一種確保安全承諾的具體機制。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協調市場的核心是一種被稱為保證契約的機制。這可不是我們平常在網絡上看到的口頭承諾，或是隨便簽署的線上聯署書哦。保證契約是一種具有數學強制力的執行機制，它允許參與者將彼此的行動緊緊綁定在一起。最關鍵的優勢在於，它徹底消除了個人單獨行動的風險。也就是說，只有當所有人都行動時，你的行動才會生效。這是一種條件式的承諾，確保我們所有人要麼一起出發去獵鹿，要麼就全都待在原地不移動。我們可以直接比較一下傳統網絡的孤立體驗，以及透過區塊鏈技術所驅動的協調市場所釋放出來的革命性力量。
在傳統的網絡環境中，你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個人且孤立的，整體的動態往往呈現零和博弈，最終的結果就是被單一平台給實時綁架。因為你無法號召所有人一起離開，所以你只能留在原地。但是在協調市場的架構下，行動變成了集體的原子化的，也就是說，所有動作會在同一時間觸發。整體的動態轉變為雙贏的協同效應，而最終的結果將允許我們實現真正的出於自願的數位大遷徙。這等於是把集體的力量重新還給了使用者。進入第3部分，實際應用，數位大遷徙。這是一場逃離壟斷平台的思想實驗。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讓我們把保證契約轉換成實際場景。假設有數百萬用戶想集體逃離大型的社群或影音平台，但在現有環境下，單獨離開只會失去一切。你其實是被困住的，但在協調市場的機制下，我們可以把獵捕這頭數位公鹿的過程拆解成3個具備高度邏輯性的階段。第一步是廣播獵物，有人發現了新的機會，並提出一個新的目的地。第二步，在隱蔽狀態下集結，用戶開始簽署條件式意向書，也就是保證契約。在這個階段，表面上什麼事都沒發生，但改變的能量正在安靜且安全地持續累積。第3步，湧現與爆發。一旦簽署的承諾達到預先設定的門檻，原子化的執行就會瞬間啟動，整個龐大的群體會在同一個毫秒內完成集體遷移。讓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1000萬人離開平台的假設情景。假設有一位用戶，他承諾要支付$5去訂閱一個全新的去中心化社群網絡，但他設下了一個非常嚴格的條件，這筆$5的費用只有在其他1000萬個人也做出完全相同承諾的情況下才會被扣款生效。如果最後只有999萬人參與，這個契約就不會啟動，沒有任何人會損失1毛錢。這項機制完美地消除了個體的風險，你再也不需要成為那個獨自站在空蕩蕩新平台裡的孤單先行者了。當你理解了這一套邏輯，你就會看見區塊鏈真正的價值所在。我們必須拋開那些關於迷因幣暴漲暴跌、純粹投機炒作，或是玩家互相廝殺的市場噪音，那些都只是干擾我們視線的雜訊。以一個成熟的視角來看，加密貨幣與區塊鏈最終極的使命，其實是提供一套無需信任的基礎設施，來實現去中心化的人類協調。正是這套底層技術，讓全球規模的保證契約成為可能。來到第4部分，核心願景：科技反映政治。這也揭示了系統開發者的底層哲學。我們繼續聊下去哦。如果這套技術這麼強大，為什麼過去20年都沒有被建立起來呢？為什麼我們直到現在才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學界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做威納定律。這個定律主張，創造者總是會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打造系統。我們可以回顧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案例：紐約一位極具權勢的都市計劃師羅伯特·摩西。當他在設計通往公共海灘的橋梁時，他刻意將橋梁的高度設計得非常低。為什麼呢？因為這樣一來，富人駕駛的私人轎車可以順利通過，但是載着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共巴士卻無法通行。實體的基礎設施反映了建造者的政治偏見。這證明了，即使是最底層的技術，也永遠會反映出創造者潛意識中的價值觀與政治傾向。如果我們回溯網絡與密碼學的歷史發展軌跡，這一切就會變得非常清晰。在90年代，早期的網絡先驅與密碼龐克時代，是由一群才華洋溢的內向者所主導的。他們的驅動力來自於對體制的強烈不信任與偏執，因此他們打造出來的系統，目的是為了將信任的需求降到最低。到了2010年代，比特幣時代的核心變成了抗審查性與無國界的金錢。同樣地，這是為了適應一個沒有人可以信任任何人的世界。這些絕對是不可思議的科技成就，但他們最初的設計目的本來就不是為了社會協調。為了解鎖 Web3 的未來，我們需要一次巨大的典範轉移。我們必須從建立孤立的系統，轉向建立能夠促進信任、凝聚共識與共享利益的新架構。
科技永遠反映着人性的本質。所以，留給我們這一代建設者最深刻的問題是：你到底想要建立什麼樣的網絡世界？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建造虛擬賭場，繼續玩零和遊戲，但是我們也可以選擇挺身而出，成為新一代的建造者。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可以促進真正共識、解決獵鹿賽局的工具，我們有能力為這個數位民主時代建立它迫切需要的正式制度。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從囚徒困境的迷思走向獵乳賽局的共贏，透過協調市場與保證契約 ，Web3 將賦予我們集體行動的力量，打破科技巨頭的壟斷。網絡的未來取決於我們如何建立信任。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在蔥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